就是罢免吴佩益那边啊，传出有蓝营议员不想要积极参与，因为明年就要选举了。那另外怎么看李孝亮昨天跟你道歉？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啊。那不管是年轻的孝亮，或者是各地的议员，大家要团结一致。现在陆军、空军一起来，那这个周末还有一些活动，我们大家在最后的这2个多礼拜，大家全力以赴啊，一起加油。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栋。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国南、黄创夏，大家好，他是 Top One， 我们是 Top 99。来，资深媒体人陈东豪，你这些我起义来归，加入99%的行列吧。好 ，OK。来，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哎，不要当选市长哦，那就不是1%喽。市长不在里面，人家是国会议员哦。啊0.5%。来，财经专家徐俊华，5个，大家好。哎，你要不要直接讲一下，身为全国Top 1% 的心情？是人民的公仆啊，The last 1%。哦，这样，OK。好，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词只要一出来，你可以想象。对，当你不是被列入那所谓的 top 1% 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而这个词，当然好了，这几天你应该非常清楚，因为立法委员连佩祥讲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词句，从边缘人开始一路到这些，这不是在最近讲的，是前一阵子。可是即便是这个样子吧，最近都被拿出来延上，而这个一个延上以后，对于基隆这一区是要罢蓝团里面看起来是最后这一区到底会是怎么样？当全国35区罢团会是在基隆之后会是什么样一个场面？因为这几天包括明天、后天整个假日这些，蓝营跟白营，517包括白营有活动，然后包括蓝营有活动，到519，然后蓝营有活动，518蓝营有活动。可是所有各自这样弄下来以后，对民众来讲的话，会怎么样看到2阶到3阶的氛围？对蓝营来讲，如果要罢绿委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大概还有一丝希望的地方，应该就是吴思瑶那一席跟吴佩益这一席。可是所有的情况如果这样一路下去的话，创下第一个，那真的就剩这2区了吗？明天517白营要办，包括馆长也是要去罢吴佩益，但我不知道那个过程。今天小平也在嘛，那就是小平那一区，对不对？对。我可以说那是小平那一区吗？基本上呢不行，在昆明街办嘛，因为中正万华在野大团结啊，然后钟小平被他们列为是执政的，所以他不能，他不在。所以呢，钟小平是郭昭元、吴志刚也没有而我们但是你应该是这里面对于比较出名一点的，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是吧？不是，是局中之人是吧？为了让钟小平不在，其他2个人只好也一起拿。所以钟小平也是 Top 1的被列为不团结的一位。那我不是连队这2个变伤寒玛丽了我？所以这个局面走下来，其实我们当然523。就是新的变数嘛。是啊，那现在看起来是30-0，看起来这个情况里面会不会变成31-0？那就变成523嘛。那原因是什么？99%对上1%的战争，对不对？我不边缘嘛。然后其实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显然这个吴佩益是目前说最可能的，但是李孝亮跟朱立伦最近的故事也很多嘛。然后跟那个议员们2万份留中不发也有很多故事嘛，对不对？所以到底吴佩益行不行不知道。那吴思瑶的鲑鱼回乡，那不是很多人都说我不是鲑鱼，所以他们收到了。然后以前人到底怎么解决？吴思瑶也有状况。然后你说15个立委，然后包含陈莹今天也告了嘛？对。所以呢，原住民的立委会不会烧到最后？中央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组织部什么又进来了？所以党中央，所以其实国民党现在变得很麻烦。那很麻烦，所以他们士气其实15个看起来也传出来了，高层认为说士气溃散。所以现在要2阶6月7号要罢免15个绿委很难，不要讲绿委了，连议员都很难。今天上午最新的新闻，新店罢免议员陈乃瑜，那个领衔者一阶的说，为了新店，我们放下。连现在开始，连议员相对还比较容易动员的，都已经选择放下。那国民党玩什么呢？但是玩什么之后，后面其实接下来更大麻烦是什么？因为我去算了，35个国民党立委，目前过了30个，达成率、达标率超乎我们的想象85%，加上林瑞祥，如果现在这个局面下去，88%，88%二阶达成率史无前例嘛，那如果说这个情况之下，现在应该进入了冷却期。
所以民团现在我跟他们很多人聊，他们都非常感谢林佩祥因为林佩祥这个时候跳出来，充满了对那徐巧芯等30名国民党立委的同志爱，我要一起加入，然后非常软心的让这些民团要进入冷却期之后，现在其实他们不只是去协助基隆，他们其实是开始面对面来一个会盟，那会盟之下，他们除了协助罢免林佩祥收联署书，他们也开始讨论下一个阶段。从2阶到3阶，35个团体怎么具体的会师，怎么开始分配将来，搞不好来一次牵手大罢免，全台湾把它全部连线起来。那国民党要玩什么呢？所以国民党现在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那种兵败如山倒，挡都挡不住。而且呢，这个时候这样继续下去，所以本来呢，我们这一次的大罢免，让我们出乎意料。第一次刚开始1阶的时候，整个还说精准罢免，10席不简单。结果现在35个，第2阶段的时候讲说总要打个对折吧，现在85%到88%。如果照这个阶段下去，3阶投票，国民党如果还没有去想清楚，还在这边区分敌我，内部区分敌我，那接下来的话，如果这个8成定律继续走下去，那国民党恐怕是罢掉24、25了。如果真的再打8折嘛，对不对？对，再打8折嘛。那24、25的时候，韩国瑜就要紧张了。因为我去算啦，韩国瑜是怎么样？1/3那是刚性提名，所以38个立委提议可以要罢免院长。但是出席的2/3，就可以通过。所以如果国民党真的被罢掉了23、24、25，加上民众党跟你拿翘，然后或者还有一些国民党的立委在那个时候还出国，还到北京去朝圣。民进党51席，只要超过低于77席，民进党随时还不需要3阶投票，就是因为你3阶投票完毕，被罢免成功的立刻解职。所以呢，在10月补选之前，其实民进党是随时可以上下他可以修内规，57席过半就可以修成1/2了啦，57席就干掉韩国瑜了。当初本来也是1/2修成2/3，所以现在国民党真的是柯建銘讲的双霸。完全是有可能抄在民进党手里了。OK， 你们不会这样？不会吗？不会啦。确定哈？我才觉得奇怪嘞。OK， 可是刚才讲到，好，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一波一波真的叫雪上加霜。来，小平，我们就直接来讲了，好，2个部分嘛。第一个，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以为中正万华内区罢免你是最重要的主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馆长才是主力，因为你看这海报上面没有道理，大家都在讲说，这个如果国民党真的觉得众志成城，要罢掉1个、2个，2阶到3阶不是难事吧？那我是指现在如果一开始国民党就是用这样的态度的话，你说15个很难吗？一开始2阶签成10个有多难吗？是吗？可是不可以做成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现在就难弄。现在我们爱这个党难弄还是弄，好就还是努力。那问一下，那李孝亮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他只有6000份，你说不是每一个议员都要拿5000份出来吗？怎么可能只有6000份？6000份是他没有什么组织，他6000份里面大概500份是各地里给他的 ，OK， 而里长自动送给他的，然后空气自动送到总部去的。我认为是1000比5000，总数就是6000。而这个时候，因为司法各种大家现在不敢签，你知道吗？真的不敢签啊！现在这次是有史以来最难连的。第一个检查最严，对吧？然后都会打电话，会寄几百封信啊，然后这个中选会户政机关等等。好，第二个，就这一次当出现了寒蝉效应之后呢，我认为这一次连1张等于上次以前连10张。那以前呢？就确定谁来罢免联署，然后自动送过来的会有1万多张。以中正万华23000张，我们算3万张过关好，主要有些不良率就是大概60%是自动很顺风顺水送来了，这次只有6000。6000是5万的多，是3万多少？1/5 20%。你初配送出去要3万了，你再退1万步也要送出2万3，没有2万3不会收件嘛，对吧？最起码还有补件机会。对，那你送他审查时间40天，补件10天，我们都是很认真的研究那个法令。如果你送出去是2万3，然后还差个5000份、6000份，剔除掉，你这个50天是可以补得起的。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送也没有过，然后我们继续连，那后来在这个40-50天之内，光那个年轻人白的柯文哲支持者。大概连了5-6千份，你从来没有看到哇，怎么这么多年轻人来签呐？
就我讲3年前的经验，把林昶佐 OK， 他们讨厌林昶佐好，所以这一次至少送出去要23000，初胚不会过，可是争取了后面的50天的能够补件的时间。小朋友就大方向，我觉得我想都是陆军，你们再去造势什么我都没有意见，可是造完势现场可不可以多2000份？我觉得大家都是玩真的才有意思了哈。我直接这样问了，你觉得吴佩益这一期过2阶，你觉得会不会过？现在看起来很不容易，连你都说不容易，那这一期就难怪媒体上说有国民党高层觉得我现在做15期搞不好都我现在做会团灭。青年公园啊，我找那些领长去爬楼梯，一个一个按门铃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有里长跳出来，党籍里长啊，钟正华全力拥护吴佩益啊，那有没有党纪啊？你们党籍的里长，国民党籍的，对啊，全力拥护吴佩益。OK。那有的地方说他做得很好啊，不，此时此刻怎么还要讲这个话？那以后你要不要提名这个里长？那里长现在里长叫不动又是一件事啊。那里长犯了党规，然后来阻挠这个罢免又是一件事。表示人家真的做得不错啊。表示人家真的做到你们的里长，你们的党籍里长，当然不是做得不错，而且表示他将来也不在乎你们提不提名了。错，不是你不敢不提他，吃定你。对，你有没有壮士断？我就一党里长我不要了，我党纪要贯彻。原来不是人家不怕你们，是你们还要再忌惮人家。重点变成民进党的立委做到可以让国民党的里长也觉得不错。那你骂人家，你们是门外汉看这问题，你要请听我在地人讲。因为服务案件只能找吴佩益，没有选择。对啊，这个太厉害了。不，可是这样的情况就该随波逐流，蓝绿不分，你变成无党籍吗？甚至还要吴佩益做的哪里好？吴佩益根本没有感觉，好不好？你不要说他很坏，也没有好嘛。他有什么曝光度？可是这样的情况就该随波逐流，蓝绿不分，你变成无党籍吗？甚至还要吴佩益做的哪里好？吴佩益根本没有感觉，好不好？你不要说他很坏，也没有好嘛。他有什么曝光度？有什么伟大的论述？好，小平，你刚刚讲的，我们再往下讲。刚特别提到，像李孝亮。创下刚才拿那个海报的时候说，国民党可不可以不要内部就外斗外行，内部内斗内行，不要内部在包括可能白营的人跟你们之间的距离，包括连馆长是比较偏白营的名嘴，这样讲好了。然后连这些人感觉到你的照片不在上面，一定是某种程度从当初柯文哲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样。当李孝亮出来讲他只有6000份，他到馆长的那个直播节目上面去喊冤的那个时候，当他第2天到你们的党部。去鞠躬道歉，大家直觉上会说被道歉，被放生，很多这些词一定都不利你们往下嘛。第一个戴主委、议长戴习清，鼓励他。第二个，我们中正区的这个主委蔡主委是他的保姆，如同干妈一样呵护他，好不好？这细节我们最清楚，我们在地议员嘛。那他干嘛去这样？那第3个，朱立伦特别交代仔杨志宇他的窗口。每个人都可以找主席啊！我跟主席也很熟啊。他他4年前选那个主席的时候，我们也帮了一些绵薄之力嘛。我跟大头是我学弟嘛，台大政治系的。我们事情我也有他的赖，我也可以打给你。我们不会做这个事嘛，这叫造次嘛。党有党的规矩好不好？我当然什么事找大头嘛。我随时可以随时找他，不是疯了？台湾有几百个国民党的议员，我不是说今天这叫守分。现在已经你知道这样，我不然你就不要道歉，我就是我就认为你对就对到底，我找你就给我回话，仔不算数，那蔡主也不算数，戴主也不算数，那我直接这样是对的话，我认为是不对的，你认为你对的话，你就到底，那事后为什么又要道歉？心中的转折反复，这个我是耐人寻味的，不，然后上了一些节目，见了一些名嘴，然后就跟白很贴近，然后就，我觉得这些对于我这些都不重要，我认为这个对于增加份数都没有用，增加份数有用才去聊聊嘛。像我们现在认真的那个主席交代任务，我们就认真的完成，很刻苦耐劳，然后极其险恶，如履薄冰的，也是硬着头皮去干。我们都叫我们的志工爬楼梯的，就希望能交多一些份数嘛。我们现在在艰苦作战，好不好？我讲的重点就是还是回到个人荣辱事小，
可党的规矩是大，还有份数增加是大，其他根本不重要，我觉得。来，Top 1%。有没有听出来小平的那个委屈？现在好像不是只有李孝亮委屈。小平刚讲的意思，我们都流血流汗做到这个样，你没事干嘛去搞一出那个戏？感觉上好像大家都没在理你，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过，何必要这个样？你就这样感觉，还去爬楼梯什么的都做成这样。当初如果各区丢给各地的公职去处理，是吗？早解决了。甚至说想得远一点。就你要罢绿的，他罢我们是想推人出来干掉我们的席次，我们罢绿的是想干掉民进党的而推人，蓝白合作。那他们就有合作的话，开始推动罢免、论功行赏，这就是一个大的玩意儿，你知道吗？可现在那个都过去了。他们选择是全台湾都不找公职，也不是只有中华不找公职，那是最后党的决定嘛。那现在到这个地步以后，然后找这些年轻人当代表，你是有法定的权利，你叫领衔人。可是大家一步一脚印做，大家想法不要太多。然后做事认真一点，任何人都一样，我认为相对好，好不好？来，军建委。那难怪小平会伤心了。为什么？那中正万华，我借一下，国民党在中正万华办活动，竟然没有钟小平，那小平刚刚说没有公职，我看里面有呢，有亲民有民众党立委，中正万华的郭昭元跟吴志刚、钟小平等3个国民党的公职，他们2个是无辜的，因为不要有你，所以他们2个也就顺便拿掉。这个算诛心论，他是，我可以帮你讲。我判断，个人判断啊，你看戴习新这个也是公职嘛，基本上主委嘞，对，基本上民代里面基层最强的应该是议员，当然，所以小平才说他可以逐楼。爬楼梯啊，真的带着里长，而且他是最有经验的。对他以前曾经针对林长佐嘛，这就差一点嘛。甚至连哪个里长的对国民党的忠贞度如何，小平都知道。竟然把他排除，你看国民党的内部问题多严重。由中正万华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所以国民党在这个反罢免绝对失败。尤其是。现在罢免的热度你看永远不担心了你不必担心没有新的柴火丢进来。现在天下围攻基隆，就因为我们林佩祥委员一句的什么他是从边缘人开始，所以他是 Top 1%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所有边缘人齐聚基隆原本坦白讲基隆这个选区在内部评估已经。认为几乎不可能了，很悲观的啦，就剩短几天了，根本几乎没有机会了啦。想说最后的可能就是30，那现在燃起了一丝希望就30+1，而且很可能会通过。那你知道吗？这个二阶段过了就是所谓的罢免大投票，这台湾政治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尤其。几乎都集中在浊水溪以北，那么浊水溪以北的立委大改选，那这个选举里面还有一个特点，这个不是民进党发起的，这是罢团，而且几乎是年轻人发起的一次立委改选。大家要了解这几次的大选，凡是年轻人投入的选举投票率都很高，都很可怕。对。他们就返乡投票，还记得2016，然后就蔡英文开始嘛，那一次年轻人大排长龙坐巴士什么所有交通工具啦，全部大爆满。这次他们有机会在基隆，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大团圆，会师基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2阶段的问题，现在是如何进行大投票的问题，那我发现有的罢团他们已经彼此交换，接下来要怎么做？有要站路口的，第一天就给你站路口，所以他们也跟选举一样对，接下来他们已经排班了。对，有时候所以民进党各地公职也会交换一些经验。第一天就给你到菜市场，对不对？夜市，几乎所有的罢团，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就位，那要开始进行大投票。那这样的一种气势其实最可怕就是如果你当他串联起来，热情投入了，尤其都是年轻人，然后士气高昂，哇，这个
这个我看这次的所谓大罢免的投票后面的大投票，那投票率很高。哎，请问一下，朱立伦，你有没有注意到朱立伦最近在只要公开的场合，他一定骂赖清德，然后讲说民主国家没有人这样干的，没有民主国家对在野党的委员是这样，只有专制独裁的人，然后他接下来就专制独裁，只有赖清德敢这样干，对，然后对于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呀去做这样一些事情，要讲民主国家，你去这样罢国会议员，像话吗？对，所以陈柏惟才到处要朱立伦的电话，想要跟朱立伦，他就想要跟朱立伦通个电话，请教一下，你今麦写你攻啥？当时陈柏惟被罢免掉，朱立伦怎么讲？说是人民的胜利。你看，对不对？你今麦讲现任立委不可以被罢免，朱立伦你今麦写，所以。我是觉得朱立伦的领导当然要负最大责任。所以你看发生在台南的那些作弊造假事件，好，有你3块，我3块，我给各押钱2块。今晚我这个2块的同志发起这些被冒名顶替的，跟国民党求偿，一个人2万。好，这个国民党要出来帮这些人负责吧？他求偿对象是那些是领衔人啊，对啊，或那些帮他冒签名的人。你国民党要帮人家吧？2万是高，价格算高还？因为这个没有一定定一个数字，因为有包括精神恢复金啊，很多这些2万，你知道告了2万，对一般人来讲都很大的负担呢。可是法律上没有说只能2万，不是，如果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2万，一个人，可是我觉得法官也很难不给，因为一个人才2万。对啊，但问题是他有好几个一个人，很多一个人啊。可是如果有被冒名顶替的说他已经失眠多日了，然后每天觉得对不起自己良心，然后很痛苦啊，也无心工作，这可能5万可以吧？有可能。你有顾在人下来。但是嘛，我这个2块的动机啊，他现在是定一个价码2万，害我现在发起只能跟着他了哈。我想说也不要超过，所以你也要再考虑，要让大家知道你有这个权利啊。害我现在发起只能跟着他了哈。我想说也不要超过，所以你也要再考虑，要让大家知道你有这个权利啊！无人讲，那边就有2万，这边无2万，对不对？所以其实台南发生的事情以后，最严重的就是竟然每个县市都有。你台南出台机啊，你把个收起来，怎么可以再这样继续发生？这是国民党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发现它的模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国民党就一定要抄党员名册不行？我记得我在节目也提过，民进党党公职也要支援哦，民进党也有党员名册啊。为什么民进党不会去抄党员名册？除了我们素质比较好以外，第二个，公民团体在前面，他们真的有实质的在做，一张一张收嘛。那他都这样做，我们怎么敢去？就伪造嘛。那同时也知道现在司法会来侦办这一块嘛，那更不可能去做违法的事情。那国民党是反而相反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为什么台南出了事情，他其他每一个县市都只能用抄名册，因为他完全跟社会断裂，断了连结，根本没有公民团体，没有公民都没发动上，所以才有那个什么国民党年轻党工什么什么要退，后悔了，一共100做。你不爱做那个发起人啊？类似这种状况。那个士林北投那个张克进他不要当领衔人，他退出了。他退出了。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那朱立伦从来不面对这一块。我不晓得他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还是他至少应该要跟社会道歉。坦白讲，这事情原本可以平息下来。如果你真的跟社会道歉，因为他不是啊，他。每一件都扯赖清德，台南他也是啊，他先说怎么司法侦办那么快，怎么可以不快？每个人都认罪，每个人都认罪，检察官当然办起来就快啊，他说是什么司法迫害，赖清德迫害，你的党工自己认罪呢，而且后来检察官的起诉书，感谢青网有帮我看的，他说里面的写的非常详细啊，
哦，是谁跟谁什么关系拜托谁？哦，男女朋友什么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帮忙来偷抄，哦，还有边泡茶边抄，现在很清楚，人事实地物，那当然司法要办了，怎么可以不办？那朱立伦到现在还在今天又每天创造新的金句了，现任立委不可以被罢免，我就赶快拿出这个。有谁有朱立伦电话，赶快给3Q 啦。3Q 在找朱立伦。OK， 这边是刚才讲说，国民党难道不抄不会吗？就这些对国民党来讲，有没有知道以前真的那不能再照着，如果以前有不能再照着那个游戏规则那样走了吧？以前呢，就是如果有动用到党员名册，那以前是司法不大会侦办，可这一次哈。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讲取法乎中的。第一个哈，这个翁小玲也把法修了严了一点，让检察官利于侦办，这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然后你今天变得严了以后，照以前那样都不办，我觉得也不对法律也不太好。第三，可是过于不及政治。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个台湾的对立的大风暴引起来的人带头扛的，请问总统是不是台湾的统哭？当然是嘛。那请问现在总统是统哭吗？不是，是分裂的制造者，是对立的带头者，这是千真万确，连内政部长都出来讲一边一国了。这已经是意识形态对抗互砍，台湾变罗马竞技场。非台湾之福，不管这次罢免谁赢谁输。好，再拉回来这个司法侦办，重保，我认为就是取法乎中相对好的事。就是你就50万动保，那动不动就压，这也失之过头。那压的话，我知道他们的目的。其实我们从技术面，我刚刚讲法条，我个人的看法，不管对或错，可是从技术面来看，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法家有重术派、重事派。如果你真的太重视这个技术的话，什么叫技术？就是怎么样？就法的选罢法，就是25%。这显然是一个被罢容易被罢这个容易而抵抗困难的，陷入这个困境。这个投票如果3届罢掉，第4届国民党推人出来去选，那就是50-50，大家公平的，再来一次武器对等，武器对等。好，那所以他们抓准了，为什么司法打到底？就我让你全垮掉，我让你连反击的力道都没有，让你3届全死，4届都没得玩。对，就是让你变成灰烬。这个是他们的大罢免的大计划。OK， 那会不会成功？现在有一点反转。我觉得，不管 T 台的民调，他 T 台民调当然是第一个，这个机关效应对我们友善一些，还有第二个，他列出说民进党的大罢免，赞成多少，反对多少，他加了一些筹码，列出柯建铭3个字，那会让赞成反对罢免的会升，然后赞成罢免会降一些，会做一些微调。好。我觉得大气候，如果这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最大的转机。我觉得如果朱立伦有看你今天这集的节目的话，他可以思考这边搞一边一国，然后你的战略能够调，就起来以后能够有一定的适当的措施，就揭发出统哭不是总统，而当家闹事是总统。我认为中间选民会厌恶。我认为这样的话，说不定接下来罢免跟4届投票对国民党是有利的，要因势利导。干一些事，国民党的论述要有一些这样的方向去走，方向领袖要有方向感，方向对才是对的。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国民党要先面对的是包括2阶到3阶。小平刚刚讲的是，已经要跨到4阶去，怎么样能够把朱立伦口中一直不断行诉的赖清德，就你刚刚讲，当家不闹事，你不是贪抠，你根本就是在闹事。国民党要行诉的看了3阶跟4阶这样要干这件事，可是现在是。2阶要走到3阶，3阶罢免投票会出现创下刚讲的打8折，打8折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你3次打8折是24，可是你说会被罢掉24个？他说如果说8折8地狱啊，对，他说如果照8折走了，8折走啊。可是你如果真的，但不管怎么讲，当数字被挂在那个30比好了，比0比1比2，或31比0比1比2。那个数字看起来的话，都是悬出了一个数字，总是对士气各方面一定都会有一些影响。更何况刚才讲的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要一点停歇的感觉啊。譬如说，秋华，35个罢团齐聚基隆，你告诉我那个场面，本来大家一直都讲的是，包括在节目里面也有来宾提过，罢团担心的是接下来2阶到3阶那一段期间一定叫冷却期嘛，冷却期也是蓝营某种程度，也是小平口中的蓝营某种程度能生养
生养教训，然后能够想尽办法能够再起，包括低调，包括筑高墙，去地方拜访。但是如果刚那种金句一直不断出来的话，冷却什么啊？那加柴火加的才过分呢、加的非常的过分啊、不是才过分，是这样的过分。那为什么这样讲？你去看这个大罢免啊，整个罢免的事情，其实在过去这1个礼拜，这个我们把2个关键字分开来看哦。罢免的关键字呢，它的流量其实是相对声量在往下降的，可是林佩祥的声量是在往上暴冲当中的，所以过去这1个礼拜呢，对，所以过去这1个礼拜呢，这个罢免这2个字流量虽然往下，但林佩祥这个字呢反而是暴冲了起来。那我就问一件事情嘛，林佩祥3个字暴冲起来，对国民党来讲，请问它有没有外溢的作用？这个声量不是只代表基隆的声量，这是代表全国在讨论的总声量的状况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林佩祥的状况让大家发现说，原来现在所有的罢免部分其实有2块，第一个是大家现在呢，其他区域呢都已经送到2阶了，就在讨论的就是林佩祥的基隆这个区域会过跟不会过。第二个是大家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林佩祥在讲话的时候呢，你很难想象哦，一个自称自己是 top 1% 的人，他的讲话呢，这个套用以前这个中国已经过世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骂记者的话啦，他在骂记者什么呢 ？Too simple， 然后呢 ，sometimes naive。就林佩祥讲的话怎么会这么的naive？我是不好意思用草包2个字来形容，但是naive这个字呢，还蛮适合来形容他的。就怎么会这么的天真啊？你看添柴火的状况呢？你以为他前几天添最多了吗？错了，他又有新的柴火进来了。他最新的柴火进来叫做什么呢？叫做大罢免、大碰瓷、whatever、大 whatever。他讲这是他讲的字哦。那为什么这样讲？来，你看哦。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已经有网友帮林佩祥把金句整理出来了，所以呢，你看这个金句的部分啊，给他们一个闪亮的巴掌啦。我就问立法院这113席里面，哪一个人会用闪亮的巴掌这5个字？好，你就问看俊宪他们过去民进党党团有没有人会使用过叫闪亮的巴掌这5个字？然后这是林佩祥讲的话啊，然后呢，他讲说基隆是文化沙漠啦，但林佩祥在讲基隆是文化沙漠之前，要不要想一下，他的妈妈在基隆当了5届、6届的立法委员，他的爸爸当了2届的基隆市市长。那基隆是文化沙漠，请问跟你们家有没有很大的关系？他可以讲出来基隆是文化沙漠，然后呢，他讲说我们应该是那 top 1%， 大罢免、大成功，想骂脏话。我一直认为罢团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的集合，然后罢团是狗狗吃坏肚子所出来的东西。你有听过大罢免、大碰瓷吗？大罢免、大碰瓷是他自己上广播节目的时候，那个跟主持人讲的话，主持人还听不太懂他讲什么呢？他说碰瓷，什么叫碰瓷？你讲大罢免、大碰瓷，他的意思是说罢团会不会主动去碰瓷、主动去惹事啦？但是呢，罢团这边下面告诉你的是，真正遇到碰瓷事情的是罢团呐。罢团遇到，你看。罢团的胖卡车在基隆的时候呢，经过庙口被一个男子冲入车道，阻止他车辆的行驶，这个才叫罢团遇到的碰瓷。所以大罢免、大碰瓷这件事呢，这个看起来是罢团遇到，而不是你们基隆也不是你林佩祥遇到。所以林佩祥所丢出来的这些话呢，它都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嘛。而且为什么我用naive来形容？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他面对同样这个主持人的访问的时候，你看。这个主持人其实对他很好呢，主持人是想帮他解释说，你有没有发现你为什么会延上？那然后呢，林佩祥说他还是一头雾水哦，他说他只想说的是罢团他这些人呢，他们需要人家关怀。那所以主持人就问他说，所以你是想关怀罢团喽？然后结果呢，这个林佩祥又接着说，他们就是想要出风头。那所以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那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像网红一样吗？那结果林佩祥这时候开始在强调一件事他在接下去的对话里面反复把一般人这个词用了5次，一般人，里面多数的是一般人，我是 top 1%， 这个一般人被他用了5次，而且他怎么讲呢？他的讲法是说，这个我是公众人物，高声量去检讨一般人这样好吗？他讲相反的，不是因为你是高声量公众人物，不是你公众人物，所以检讨一般人变高声量，是你的行为反而变成是高声量的来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主持人其实是在帮他讲话，是说。他问他说：“被延上，你后悔吗？你后悔吗？”结果林佩祥说：“其实没有后悔再一次可能还是一样当下就觉得我不要去骂一个一般人，不能骂一个一般人，不能把一个一般人骂成那样。请问大家有听懂他在讲什么吗？其实很多人听不懂到底林佩祥要讲什么，所以这个主持人呢就跟林佩祥说：好啦，那你就把这一题跳掉就好，就不要再讲了。结果林佩祥又把题目再拉回来他讲话大家更不理解咯。林佩祥说：我天天站路口已经1个多月了，你不觉得我变黑了吗？
他这句话让大家想到什么呢？想到当初谢国良面对罢免案的时候呢，谢国良是不是出来面对记者的时候，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我换了一副新的眼镜。想到当初谢国良面对罢免案的时候呢，谢国良是不是出来面对记者的时候，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我换了一副新的眼镜。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他是跟主持人说，你不觉得我变黑了吗？然后接下去讲的话，大家觉得更匪夷所思哦。所以我说他用词拿衣服就是这样。他说这个为什么他会去骂到一般人？他说是那天精神状况不好，我当下的直觉就说。要我评论，我就应该要讲实话。五哥这一段的逻辑是什么？他说他当下直觉说要我评论，我就应该要讲实话。那所以那天你如果精神状况好的话，那要你评论，你就不需要讲实话了吗？这句话逻辑很奇怪，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精神状况不好，所以你觉得你要讲实话。那所以精神状况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不要讲实话，是这样子吗？所以你不懂他的逻辑，所以主持人就直接问他说：“你太矛盾了，你社工系的吗？”这时候更厉害的来了，就林贝翔最厉害的大招，在这个时候，他就直接用英文来回答，直接整段打包，就直接 yeah 就是这样吧。因为很多东西 it's complex， 用英文直接把整段打包带过去，就没有办法回答清楚的，逻辑不好的就直接把它带过去。在讲到这边为止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在帮林佩翔讲话，是说，哎呀，他就是以前这个小留学生出去念书嘛，然后所以这个中文理解不是很好啊，等等，你去查一下林佩翔的资料，林佩翔是高中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哦，他是15岁出去，他不是5岁的时候出去哦，15岁的时候出去，而且他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林佩翔在2000年前后，当时在这个立法院所属的台湾民主基金会里面就已经任职担任这个国际合作组的主任，所以你看他去多久的时间，他回来时间，从我们现在看到法院的资料，当然这法院不是判他有罪，是有一个诉讼跟林佩翔有关系。这个判决是在102年的时候的判决。就102年这个判决呢，请问一下，102年2003年，距离现在多久以前？22年前哦。林佩翔几岁？林佩翔48岁，22年前才26岁，你也不过15岁到20几岁左右在国外耶，有至于到说你中文这个不是很好，然后只能用英文来把它打包带过去，这样就带过去吗？这不是很奇怪一件事吗？好。那如果你觉得这边已经很夸张了，我让你可以看更夸张的。就林贝翔，大家在看他问政表现的时候，问政表现你没有提法案就算了，就林贝翔唯一的提案就是这个提案删除这个中国继承人遗产200万的门槛。这件事情是国民党讲的民生法案优先政治法案吗？不是吧？这个是政治性的法案吧？这看起来不是优先的议题吧？结果林贝翔上任之后最重要的提案是这一个，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他讲的话呢，我们再补2个部分。这个第一个上面这一段，这都是他自己上媒体受访哦。你通过这个国会改革3法，你可以跟大家讲你当初考量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通过？可是林佩翔大方的告诉大家，我们强行通过国会3法。这个用词，我们应该知道，正常的立委都会告诉你，我们尽量满足民主程序，尽量满足讨论，即便没有的话，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该走的程序都有走，绝对不会说我们就是强行通过国会3法。林佩翔可以告诉你，我们强行通过国会3法，这个用词之夸张，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下面你看这阵子罢团讲大罢免大成功，然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大罢免大搜查，对不对？这个大来大去大家都在用。你知道林佩翔怎么讲吗？林佩翔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不是去跟你讲罢免状况跟国民党的分析，他讲的是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个大来大去的大 whatever， 他就要用英文大 whatever。这件事情去跟台湾讲，我就不知道大有什么好大的，这什么大人呢？你就想说林佩翔的解释的方式，这边大来大去。我们前面讲的大罢免大成功，国民党后来再回了大罢免大搜查，甚至讲大独裁，他没有一个要用的，他就告诉你到底为什么要大 whatever， 我就不知道大有什么好大的。所以你看林佩翔这一系列的操作，我只问一件事情啦，就是你认为看下来，网络上对他的讨论热度，请问降了下来吗？而对于基隆人来讲，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适不适任的问题，而是基隆如果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可以拿衣服到让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说，
你原来讲话是这个样子，那请问你能够代表我们基隆去监督立法院去提出有益基隆的法案吗？最后我简单讲一下李孝亮的部分，因为他前面在讲李孝亮的部分，李孝亮的部分呢，说实话哈，这个刚刚小平在讲说，这个民进党现在这个大罢免的做法，让大家觉得互砍来互砍去的。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互砍来互砍去的比较像在国民党党内的。你知道李孝亮呢，早上在跟朱立伦这个记者会呢道歉完了之后呢，下午就是说中午下午的时候，跟一个媒体人的这个访问里面，李孝亮讲了一些话呢。这些话我光是讲其中3个部分就好了。OK， 你看这3个部分，小平看小平要怎么回答啊？第一个，这个有媒体人就问他你讲错什么话，那李孝亮就说我不晓得怎么跟主席联络，我没有联络方式。那媒体人就反问他，没有就没有，那请问你为什么要道歉呢？李孝亮说，我不知道讲这个话会害主席跟发言人一直被骂啊。然后呢，就这个媒体人就问他，那重点是后来你有联络上吗？结果他就傻笑。他傻笑，我只问你，就一般人看了觉得李孝亮在傻笑，面对这句话会有什么感觉？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直接联络到朱立伦嘛。好，再来中间这一块啊，那个媒体人在问他说，今天联署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哦，这跟主席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李孝亮说差不多差不多这几个字表示什么？表示进展没有比较好然后下面关键在下面哦，媒体人问他说，在地党公职民代有没有人跟你联系？李孝亮的回话是说，要直接讲吗？然后这媒体人就跟他说，没有就对了嘛。议员有没有在协助罢免？李孝亮说有啦，他们应该有在摆摊。那媒体人就问他说哪里在哪里摆摊？李孝亮就说可能要问他们才知道，意思就是问他不知道。那我问你，李孝亮的这个内容对于国民党来讲，对钟小平来讲，这个话，请问他到底是讲说议员有在协助罢免摆摊，还是议员在罢免摆摊他都不知道？然后到底有没有联络过李孝亮？这个话内容看起来，我只问一件事：他对国民党是伤害还是帮助？很显然，我认为会选择是帮助的人非常的有限啊。不是啊，你光从前面那个在馆长那讲完以后，第2天在记者会上面那个鞠躬道歉，对国民党就一定是个伤害了。对，就是没有人会觉得，包括昨天四刚是那天跟他一起开记者会的。对，你可以想象嘛，因为一定是要报告这2区，包括罢双吴的各自的进展。四刚昨天还拿了一个你们那个什么。就是手机去扫描那个联署站的那些线上的一些对，重点是在这。结果是刚刚说他也很讶异，他为什么站在旁边又突然站起来就鞠了个躬，他也当然金刚摸不着头绪，不知道大哥你这是哪一出，所以当那个鞠躬起来就一定那个伤害就造成了嘛，更不要讲这些。好，那如果真这样讲，来沈后2兄弟来，请问一下，2位看了这么多国内从立法院到政坛，上峰第一个李孝亮这一席。跟林佩这一席代表国民党在这一次整个大罢免里面一攻一守之间，结果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攻一守之间，可以帮这一次整个大罢免国民党在这中间的作为做一个总结吗？这一攻一守，我觉得一件事啊，当然你一攻一守的过程当中，最简单的一件事，攻要有攻的方法，攻要有攻的道理，攻要攻的策略，但你看到的策略是什么？其实国民党怕不怕李孝亮？其实还真怕万一他跟李克勤玩一样的事呢？张克勤张克勤玩一样的事，他也不当领衔人啊？不，如果他这样玩呢？所以对李孝亮又必须某种程度上容忍。你前面张克勤已经是啊，搞得焦头烂额了。对，那如果李孝亮不玩了呢？那台北市还在搞什么公的问题？现在只能做这个事啊。对啊，因为如果万一他也不玩，你又要去找那寄出去第1阶的那个1/2的人来签那个同意书。然后你说党中央乃至于很多民意代表相信青年军吗？问号哦。问号哦。所以你会发现，还在台面上，因为青年军消失了好几个嘛。好，一个姓刘的现在也看不到人嘛，姓满的也藏得很好嘛，那就现在就那2个在那边晃来晃去啊，还有那个罗志强的主任也几乎没有看到了嘛，就这2个晃来晃去嘛。你认为党中央相信这2个人吗？民意代表相信这2个人，自从4月14号被约谈搜索之后，其实你所谓的相信是什么意思？风风雨雨，风风雨雨，
你不要忘记哦，靳中汉曾经写过一篇哦，有人在里面都讲了。你说开庭的过程都推喽，就14号推喽，然后出来还在装英雄哦，这到底是指谁？所以里面也传出很多。其实你说党中央对青年军其实有选择性，那李孝亮实在是没得选。我们就因为前面我们说张克进的例子，这一个处理不好，可能罢窑这边就没了。前面我们说张克进的例子，这一个处理不好，可能罢窑这边就没了。那如果李孝亮还出问题，就没了。好，所以现在看过来一攻一守，守是当然比较麻烦一点啦，攻是好攻，但是你攻失败啊。是啊，你每一个都在哀嚎啊。你从每一个案子办下来，一路办到现在，14号屏东，15号就把吴方硕那个张方硕那个联署人收押。好，那一路下来，攻看不出有什么作为，守又不知道在守什么，然后你要说对李孝亮，结果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李孝亮这个人的人设，真正的人设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他到了馆长的直播，讲了6000份，党公职的问题又被骂一次。馆长是直接骂党公职都死光了吗？在地党公职都死光了吗？到了你说的媒体人那一边，再骂一次党公职，党公职又被骂一次。奇怪，你怎么到哪里去？党公职在地党公职都变成箭靶被骂，你到底要凸显什么？然后讲话就是吞吞吐吐、含含混混，一副憨厚，戴着眼镜。直播的时候眼镜不见了。然后大骂简书培的时候，那一个用词为什么都不结巴？然后骂民进党的时候，绿共什么也不结巴，然后手势频频。你注意，如果有去看他的话，你看那个我们一般人讲话不太容易会有手势这么大的动作。你注意看他，不仅在直播，他有时候那个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这个手势也会出现哦。那你在访问的时候，你也出现这个手势，表示说你这一个手势是你很自然的动作，习性的动作。所以你看两个人设不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人设？一个是在抖音骂人流畅万分，用词强悍，手势频频；一个出来是戴眼镜，讲话吞吞吐吐。一副憨厚，到底哪一个是？这也是大家最近在讨论，看了他抖音，大家在讨论的事嘛。所以你说，抱歉，你说李孝亮，其实他只占了一个优点，大家怕他跑了嘛。你这样讲的，小平搞不好，小平你们真的怕他跑了哈？真的怕，还有青春无敌啊！没有了，年轻人都得到更多的宽容。对吧？当然不怕，如果他真的跟张克进一样，小平他们这些，你连个2万份也没用啊！对啊，你现在就算2阶没过，就等明年换一个人嘛。对不起好不好？那今年就垮了。对啊，就是30几比0。我跟你讲，现在也垮呀。不，现在当然了，他现在也垮了啦。现在还没到结束嘛，已经垮了啦。哦，你直接认定垮了，没有讲这么快了，快垮了哈，修正一下，快垮了哈。不只是快垮，而且还挖你们国民党票。你现在攻防之间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非常奇怪的东西。现阶段到底是国民党在攻？还是其他人在攻？刚才那一张相片，刚才那一张，就那个陈东华举起来。那张啊，对了，不是陈东华举起来那张。国民党到底角色在哪里？边边呢？议长摆到边边，对啊，主委。李孝亮摆在中间，还在议长前面呢。李孝亮还排在钟小平，请问一下，不，这都不管。视觉是关先，我们先说一下，
国民党的角色在哪里？我以为是招募那个健身那个会员的，不，他就出现一个问题。现阶段国民党的主导角色在哪里？对，没错了。他是被质疑的吗？3个在地议员不在，馆长不是说了吗？在地议员都死光了吗？所以上面都没有。你不觉得这里面的主导是什么？如果说是一个合作，好，你对钟小平有恨，那你至少也找一下吴志刚跟那个嘛。如果是合作，谁主谁从？对，你现在看不出来了。你现在看不出来了。他的一个活动里面，馆长为主啊。对，馆长为主，就是他根本就不要你3个议员来了。是，他不要你3个议员来。那这到底代表什么？没关系，你至少双头牌嘛。让戴琪卿头大一点嘛，而且他是议长哎，而且台北市议长，他还是代理主委，对，他是议长哦，对啊，副主委，你副主委还放在他上面，双头牌，2个大头，下面一排中头也好嘛，对不对？你就看议长被边陲，你说这一张照片到底在凸显什么？有人在这一个罢免的主导权上面，有人要分主导权，谁要分？重点是谁想要分到这个主导权 ？OK， 你说要分这个主导权，除了国民党之外，馆长有能力分主导权吗？我不认为因为馆长被攻击性他会说他攻击性很强，他被攻击性也很强啊。光一个赌盘的那个球板的事就可以继续拿出来讲死他。那为什么会是他？背后是谁？你说馆长可以把戴喜议长什么时候全部召集过来吗？那一定不是啊，他本来跟那背后是谁？大罢免从来不搭嘎。对，黄国昌还有搭嘎，那背后是谁？对，为什么现在背后是谁？主视觉这海报到底谁做的？对，然后背后到底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纳闷的问题嘛。所以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攻也不像样，你守也守不好。OK， 而你在推动的罢免，你突然发现到一半的时候，你的主导地位好像在晃了。有人在背后好像要推出个人去分担这一个主导的位置。OK， 那会是谁？好，来，等一下小平，等一下一次回应，来，东浩，来，你看一下刚讲的攻守之间这所有的状况，你看出什么？也没什么好攻守的啊，因为守的就已经溃败啦。好，也没看到什么攻，也没看到什么守。他攻什么？你知道另外一个今天传的很热门的一个影片是卢宪一在一个网络节目的访问，是3月25号。卢宪一在讲的，现在要讲的是屏东那件事嘛？屏东对，他3月25就在网络节目里面就直接讲啊，过年要请人家签名，怎么好意思？怎么好意思？问党中央该怎么办？党中央说不会让你们为难。然后讲说这本来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就你把那段看完以后，国民党说啊，这个都是赖清德的独裁干的。没有，你忘了说最重要那点，有干部跟我联系上，说应该要避免犯以前犯的错。这句话到底以前犯了什么错？这是3月份的3月25啊。那国民党你要跟我讲什么？你要说服什么选民？你要跟人家讲什么？然后李孝亮在馆长的节目一直在讲说他羡慕民众党的团结。那这句话就告诉你国民党不团结。他是发起人的，你还不能换他。他道歉，他刚才讲说他找不到，他联络不到朱立伦。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国民党烂透啦。他不只是讲他们真正万华这几个国民党的议员呢、现在代理主委是戴西清的议长他说我就6000份，就算你们够5000加15000也不够。对，他这样讲。对，他是不是一个巴掌扒在戴西清的脸上？他现在是代理主委。他所有东西就告诉你啊，我要求救啊。但是
我多羡慕人家民众党啊！如果他明年会变挂民众党，其实我一点不意外。哪有人这样连续表演的？多无辜啊！但是你能不能动他？没办法动他啦。现在谁都不能动他啦。就看一场猴戏嘛。小平，你们这些人全部都靠边站嘛。你这个时候你再拿5000份去，也是被人家笑而已啊。这个是台北的罢双务已经结束了嘛？因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错了嘛，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这么做。你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去联署嘛。如果今天我们反过来想一件事情，但是事情没办法重来，国民党花了很大力气去修选罢法，然后不是要身份证影本，然后他今天的做法，朱立伦带头的做法是，我们就很老老实实的每一个都附身份证影本。那一般我不要讲蓝绿的基本盘，就是中间选民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我修了这个法，我就照新法的制度我做给你看，我是不是表示我要负责任？今天哪有搞什么搜索党部这些事情？然后一个抄一份联署书要2块或3块，然后你看到台南地检署把所有被抄的名单整个列很完整的那张表，庄占奎负责的每一个名字都负责清清楚楚，查到这么细，然后你跟我讲这叫独裁，你跟我讲这叫独裁，你不要自己犯错，然后你要用骗的。林佩祥，什么时候我们看过一个政治人物可以这么骄傲啊？可以骄傲到这种程度你们都是社会边缘人，为什么要敢这样子？因为去年赢了嘛，很简单啊，就去年赢了，罢免谢国良没有成功嘛，我赢了，我们赢了，所以我今天在看你们，你要罢我是不是？我根本瞧不起你嘛。他很诚实啊，他哪有不诚实？他非常诚实。可是正好他现在跟你讲说，包括被恶意扭曲，然后包括其实这是他这2天讲啊，他讲说社会边缘这件事是有心人，好，你们这些有心人，现在就变有心人了，有心人刻意剪辑、断章取义，转为仇恨跟霸凌，实属令人感到遗憾。然后 Top 1 person。这是对所有民意代表，包括林俊宪委员的肯定，结果却被刻意曲解成自夸是 Top 1 person。他提出说，我也没有讲我啊，我是说我们这些立法委员是 Top 1 person 不行吗？可以啊。然后那个有心人刻意把那个边缘人搞成这样，所以现在看，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家就会回头去不断把当初讲的全部都拿来再看。我只要看影片就好了，我不需要听我解释啊。所有的人就看那段影片就好了。网络上都有啊，我自己的脸书我有贴啊，包括他讲他1 person 那段都有啊。你听完以后你什么感觉嘛？林佩祥就是人生胜利组嘛，命好嘛，他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投胎正确嘛。爸爸是市长，妈妈是6连任的立委嘛，他干了什么事情？凭什么是他出来选立委？就是血统对了嘛。我跟你讲啊，我从来不是反对正2代从政，正2代从政，你就要比人家更努力。有一天你做到说，人家问到名字的时候，不是讲你是谁的儿子，而是讲你的爸爸是讲什么？他是。如果有一天你讲到在基隆做到说，人家说林佩祥是谁？不是讲他是林水木的儿子，徐少平的儿子，而是看到林水木、徐少平说，哦，他们是林佩祥的爸爸妈妈，那个才叫成功啊。那今天林佩祥做了什么？林佩祥做什么？就选挑战他的人就变成是狗狗吃坏肚子拉出来的东西吗？你这还不够骄傲吗？林佩祥这辈子遇到过什么挫折？我如果是这种家庭出来，我也是等着当市长啊，一定是被教成这个样子啊。爸爸市长啊，谢国良会连任完就换我啦。我在看基隆才会说。钟小平，你们不要外地人不要进来啊！这是我的哦，对，那个时候小平本来要到基隆去罢那个的时候，是林佩祥讲说，我先讲我是好心，你是好心，想要打击一下民进党，对，但是你如果做了这个事情，张建祥会先倒霉。
你如果做了这个事情，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我尊重人家，你说我不希望你来，我们就不去，就不去。这就是团结，好不好？就是相忍为党，这就是国民党。所以你也一定不会去嘛，对不对？对啊，我再讲一下，请我就去，不请我当然不会去嘛。我们都知道，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花莲是民政处长在干，基隆是民政处长，这2个地方的执政党都是国民党。如果说我这样对国民党太苛责，如果今天是民进党这样子干，看我怎么屌民进党。谁可以犯这种天条，拿行政权，去修理你的政敌，自己犯错死亡联署，拿行政权透过户政资料侵入个资来做筛检，怎么有人蠢到这种状况呢？自己犯错死亡联署，拿行政权透过户政资料侵入个资来做筛检，怎么有人蠢到这种状况呢？来，小平要不要一次回应刚才讲的，包括林佩讲的这些事？国民党需要党中央告诉现在的所有这些人，大家各自谨言慎行吗？不要在中间再添柴加火的。那李孝亮就没办法。如果照上公刚突然讲，大家讲对他如果万一跟张科技一样，你们还真的麻烦呢。先讲这个林佩祥，每一个候选人跟自己关系最大的当事人是不是本人对霸的人？就是说绿霸蓝，不现在叫基隆的林佩祥嘛？那为什么这个局势转安为危？为什么哈？因为你想想看嘛，这个地方这上次开出大概我记得是23比27吧？就是第一不仅25没到，我们还超过25，对不对？就是我的那个罢免第3阶段那次。这次的情况有一些批变，因为这次的意识形态的杀伐之气比上次单独基隆强太多了，而且关乎到中央政权，关乎到统独这种投票率啊各方面呢，我认为会更热闹。谁好谁坏，我们再来看。好，我们最怕发生一种叫做天文的现象，所有的选举的罢免叫天狗吃日。为什么？因为整个就月全食都不见了嘛，对吧？等等，那什么事情会是叫天狗吃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回想一下，我觉得连胜武都不错哈，可是为什么输了27万？那就是不论是非。现在民进党我们看懂他在干什么事了，打阶级斗争。阶级是在基隆社会是这种东西最厉害的玩意儿。当初蒋介石为什么被打败？就是工农的阶级斗争嘛，斗你孔宋家族那个阶级斗争，如果你说要打那个，可是林佩祥那个我讲出来对嘛？所以因为你就诱发了阶级斗争嘛。因为你的爸爸是前市长，你讲1%，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赞美林建他们，对他觉得立委都很厉害，这都是社会的精英，不敢。对，可是民进党就可以把它从1/3变成1/1，你听得懂了吗？就是你就是1%了，因为你骄傲，新闻讲不清楚，你知道吗？你知道，然后你就是骄傲，你就是很厉害，你就是瞧不起人，我们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然后无壳瓜牛全部都扑上来了，这个叫做天狗吃日，这个叫阶级意识，就你厉害，你有钱，我没钱，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手法，很厉害，深得精髓。但每个党都这样玩的，国外国内都一样，就阶级是最厉害的玩意儿嘛，是不是很统独阶级4个字把台湾的斗争讲完了？只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好，那我描述完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不是只是吹牛嘛哈。再回到林佩祥，这时候真的不要再讲话了。这讲话替自己也替朱立伦添麻烦，我认为是这样。我跟你讲，你知道所有仇恨、所有斗争的解方是什么？时间。我跟你讲，新闻一个接一个啦，一个礼拜就忘记了啦。可是你如果你柴火一个添一个，就忘不了。你知道，直到罢免二阶罢成嘛哈，对啊，然后3阶过了以后，2阶过，那2阶成就麻烦。2阶成，你好像那个，你知道那个律师啊，这个案子一定要不起诉。起诉以后，官司一打10年8年，很累，你知道？这2阶成3阶4阶，一路下去弄不完。所以，因为他这个地方2阶有机会不成，还因为差6000还有一段距离嘛。总是现在哈，我认为他也有一些委屈，他也想年轻气盛，也想争辩一下，他也想解释说，我讲的1%是这个立委是精英，国家的机器的精英，而不是我很厉害，我是1，而99人是卤蛇，不是的。
他只是说，可这个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好，就这样，好，就这样。我觉得用时间化解掉。第二，李孝亮，刚刚上公花很多的篇幅谈到李孝亮哈。好，李孝亮是一个谜一样人物，我不认识他，我不晓得从哪里出来的。我讲真的，不是你们一起在中正万华打仗，到现在不认识啊？他以前没有，他是住在赖士葆的选区。叫顶东里我们南中正10个里属于赖士葆，跟我们这边没什么关系，你知道？你知道？他的户籍在南门里，好不好？哎，你知道？就我们也会了解这个人。然后他刚刚上公描述说，他对于一直侃侃而谈很强悍，而碰到长辈结结巴巴，对不对？你是不是有这个疑问？采访也结结巴巴，对，采访结巴，他停了10几秒，戴眼镜好。那其实人设也很难分辨，因为真的差很多。其实只有一个指标。他会不会参加中正万华国民党初选？这就是一个指标。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人设才可以解开了。好，上公的疑问嘛，好，看。当然是不是这个？还有他讲说英雄、狗熊的问题哈。有些人外面成英雄，我不只拿一个人了哈。可是据我了解哈，黄绿有多少有被害一些啦？我不要讲特定哪一个。这些人不管传了党工、证人身份去、被告身份去、什么人嫌疑人身份去、什么那个当事人他们那个弑君子去，基本全咬了啦。所以我没有说你咬有什么不对，因为法律是谈证据嘛。你也没说谁，你也不必扛黑锅，可是也不要装英雄，好不好？我觉得这样，我讲话比较公允一点，就是正常来没有问题。你没有做的事，你也不必帮人家扛罪，帮长官，可是也不能法庭讲的一套。因为侦查不公开，大家起诉以后才有笔录出来嘛。可是也不必讲的天花乱坠，然后就这些长官呢，其实就是你该讲，你也很大部分人都讲了啦，也不是什么多值得歌颂的英雄好汉的行径啦。正常，我觉得一切政治平常心就好。所以我就对李孝亮跟李佩祥有简单的评论。来，第一个发动阶级战争的是林佩祥本人，是他发动的，而且他说他不后悔，所以小平同志说叫他不要再讲话，他是绝对不后悔。我提的中部，我知道，我知道好。那所以其实啊，这次的基隆跟上一次的基隆罢免也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到处是大罢免，上次只有基隆一个地方。另外，既然罢免是仇恨动员，那人选不一样，那仇恨值当然高低差很多了，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考量。基隆的谢市长，他当时面对罢免，你看他每天虽然不上班，在车站游荡，但见到人就鞠躬。不要用游荡啊，不是，你来找这巡视，他去车上跟选民鞠躬问好呢，降低仇恨是吧？这个其实大家都讲罢免很重要嘛。对啊，你没有想是接受访问，当然小平同志帮他圆一些话，但很少看到受访到主持人把他话题跳开。刚清王讲的，主持人差不多讲，拜托你卖个讲，然后要拉回来，然后他自己又拉回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啊。那所以说，国民党不要讲话的，那可能就是创下建议的。国民党需要出国去环游世界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可以越来越多人，现在可以包机了。现在大概80天97万最连等，现在需要上传的人越来越多啊。至于李孝亮说会不会选举，这张图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看，把中正万华3个国民党议员通通干掉，通通没在里面。所以李孝亮的企图非常明显，小平果然头脑是聪明的，他一看就知道，就看他会不会选议员嘛。他必选啊！你看，你都把你拿掉了，小平是那么重要的，反正还缺一个嘛，现在只有3个，而且而且是全部拿掉。中正万华唯一有发起罢免经验的就是钟小平，差一点过，那时候差2趴多，差。23%，1900票，23点几。然后你还一直讲说人家包括总统什么去了几次，然后你们的党主席什么都没有去。当时的党主席也叫朱立伦，对，有人阻止他去，给他施压，他就选择没去了。对 ，OK。如果去的话，当然就罢掉了。但整个万华历史也改写了。对，那不是，所以那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罢免选举，就是罢免一定是同意罢免的仇恨值的人，他投票的动力强很多了，对，他投票率一定会高于，就是说反对的，反对会认为你不三不一样嘛，反正他罢免那在几次投票，你注意看，
小平那个是非常经典的。像那个那时候去了7次，只投出16%，18多，18%了。对，但民进党23对16，民进党那时候感觉到危险，因为小平同志太厉害了，哇，弄得民进党压力很大，全党下去抢救，18%。像钟小平说的啊，朱立伦没来什么的，弄一弄23%，25%是过关的。对，差是1900票，差2%。所以这一次的大罢免投票也会有这种状况。其中我认为最典型的是花莲那现在第二个就变基隆了。花莲有谁想到可以连署到这么高？170左右，170年，差一点就状元，在那边争抢。那为什么花莲可以到170？我觉得也是跟傅昆萁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那时候也是看不起这些人，对不对？然后这不是对杠一个老师吗？然后也罢，然后自己的局长又违法嘛，一堆的事情堆叠起来就不得了。那基隆我刚刚有提到了，原本是几乎快要认为不可能绝望的一个区域，差6000票嘞，剩几天？剩不到1个礼拜。对，那怎么可能？而且前面有4区已经都没有过，已经没有过。对啊，所以本来基隆大概这一区在一般算，而且去年有过罢免，而且大家在算的时候，有可能30比几的那个时候，基隆这一区就像刚刚委员讲的，因为还差6000。对啊，对，既然差6000，那为什么没有天下为公？其他罢免为什么不去？干嘛困了？对啊，没什么动力了，要不然也可以一起去啊。为什么没有？对啊，结果我们当事人把他们全号召来了，对不对？你没有想委员一个专访的专播能给来啊，对不对？谁不知道要全部去帮忙？大家认为去帮忙可能也困难，动力也没那么强。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反而罢团这边士气高昂，他们认为6000如果这几天把它冲出来，那大投票一定会过，真的可以带动整体的扩散到台北市，扩散到新北市，所以基隆现在是最重要一个区域。民进党这几天全党要投入在那个地方。你觉得民进党就要全力卯进去？那当然要啊，当然要啊，就民进党当地有议员啊，被鸡讨一样。对，对啊，就挨家挨户啊，学钟小平啊，钟小平说他带里长爬楼梯挨家挨户啊，挨家挨户去签啊，对，就用小平就跟小平一样嘛，认真啊，虽然他还是被踢掉。你不要再提。所以各位可以再看。最后基隆有没有过？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指标。OK，你如果真的你常听这一句话，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善守者长于9地之下，你没有办法想象，应该守的人天天在9天之上，哇嘞呀哇嘞家哇嘞家，来啊来啊来啊来咬我啊！你没有办法想象怎么会有这回事，就是应该2阶的时候，不就？我们常讲怕丢，咖啡丢钱，不就是这样吗？忍一忍，就像小平说的，一旦进了2阶到3阶，那就是3阶罢。万一3阶过，那还有4阶。那你2阶如果不过，好歹对国民党来讲多一席的战力，也就是说，在各地方要出来讲话的，要什么的。所以你看，最近国民党大部分都是不分区委员出来嘛。那你如果没有被罢的，没有面临到这个，是不是还有这样？就没有想到为什么会面临到这样。另外一个就是2阶到3阶一直说那个冷却期，你现在不得不在想，包括罢团有很多人，包括像曹新成先生他们讲说，不用担心，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帮你添柴加油，一路像这样。来，千王，我们这样讲好了，过程当中就算没过的，其实吧，那是不是大家也就休养生息就算了？那你如果没过的地方，像这几天的媒体上，苗栗，那邱正军那席没有过。但他是不是有就直接开籍，然后包括一些罢团的一些人这些，然后媒体上报道，你说双和的一些罢团是不是也有遭到一些人的包括挑衅啦或者什么？我跟你说这些，他某种程度也会对于未来2阶到3阶之间，他也变柴火，不是吗？当然，而且呢，它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在3阶这个阶段，你去帮对，因为你该选区虽然没有过，对，但是你会把其他区对于罢免这件事情的意愿给催出来嘛，因为这就是这种追杀嘛，而且是扎扎实实的追杀嘛。什么意思呢？前面在谈大罢免大成功，那现在看到的是大罢免没有成功的地方呢，他就遇到了大追杀的状况。什么意思呢？来，你看这个是邱正军就苗栗，我们知道苗栗2席，一席是邱正军，一席是陈超明，这2个的罢免2阶都是没有过的，但没有过呢。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第一次哈，就是说这次大罢免里面呢，看到说这个被罢免第一阶段过的人呢，这个第一个表示说自己要开始提告开始。这个是邱正军哦，就苗栗我们知道苗栗2席，一席是邱正军，一席是陈超明，这2个的罢免2阶都是没有过的。但没有过呢，但是你可以看到哦，这个第一次哈，就是说这次大罢免里面呢，看到说这个被罢免第一阶段过的人呢，这个第一个表示说自己要开始提告开始，所以他是发在脸书上面哦，所以你看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开始提告。然后从我开始提告的时候呢，当然里面内容是说啊，这个什么，这个他的沉默是换来更多肆无忌惮的抹黑啦，更多的造谣啊、攻击啦，所以呢，他决定要提告啦。但重点是因为他要提告了，所以呢，他提告的对象到底是哪些人？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一个大追杀的开始嘛。所以在过程中，你可以知道罢团在里面，因为你一定会有很多政治主张上面的攻防，所以呢，这样子的政治上的攻防，他提告如果是合理的，那其实这是他的法律权利。对，你要尊重他的权利。对，你要尊重他的法律权利。但如果他提告的是很明显，你看起来就知道这是不合理的，那你就会变成在这次大罢免里面在3阶的柴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家看到说邱正军表示说他要开始提告的时候呢，对不起，提告这个动作，我们这样讲哈，这次罢免呢，我们说一开始1阶是35个选区，那2阶到底是30个、31个不知道，但是呢，那4个没有过的选区里面，只要有像邱正军这样的动作，他就会变成是在3阶的时候呢，大家拿出来再推动大家出来投票的动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罢免、大追杀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这罢团来讲，他们其实在各个地方来说，你都一定会变成他主张的条件，因为同样的状况来追杀这一件事情或查水表这件事情。追杀跟查水表对罢团来讲，其实这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呢，查水表的事情，各位去想哦，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你看，在这个花莲出现查水表的状况，在基隆出现查水表的状况，所以对罢团来讲，这个东西用4个字形容，叫做罄竹难书啦。你很好举例出来，告诉我们的民众。为什么需要出来投罢免这张票？因为你不出来投这张票的话，你的这个不适任的立委就可能会继续担任下去，或者他就会像这样子对民众采取这个司法上的追杀的动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罢团来讲，你的这些动作呢，都会变成他们的养分。那这是一件事情。那所以呢，那当然据我所知啦，这个罢团这方面呢，这个诉讼的部分，这个曹新成创办人应该是有替他们做一些准备啦，所以他们应该是会应付了。但是你会发现司法上的动作呢，这个其实大概接下去这个大追杀，我觉得很难避免得了。那另外一段要讲什么？另外一段要讲的是，刚刚有提到花莲的部分啦，花莲其实很有趣哦，因为这几天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花莲呢这个傅崐萁啊副委员有没有在花莲的帝君庙，就是安这个光明灯。我安了240万的光明灯，安了这个六我们讲六柱这个光明灯安这么多，那这个大家会觉得很好奇，说这件事到底真的有还是没有？那你其实武哥你知道这件事情，大家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呢，其实我分2个部分来看。第一个，这个傅崐萁今年是属什么，你知道吗？傅崐萁是不是？他每一年都属什么？傅崐萁对，傅崐萁属虎啦。我说他在今年遇到状况是，就是他会今年犯太岁。然后呢，傅崐萁的犯太岁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年的太岁呢，在这边啊，这个傅崐萁是19应该是1962啦，然后所以这个你从196可以看到它是属虎的，然后犯太岁，它的太岁状况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害太岁跟刑太岁。那害太岁跟刑太岁的部分呢，其实讲的就是说它会有官司纠纷啦，然后他要注意说会不会有漏财的状况，或是有违规的状况被发现。所以你如果用刑太岁来看的话，傅崐萁今年容易有官司纠纷，容易有违规的事项被发现，好像还蛮准的。尤其对照他的这个幸福水泥案，怎么样，孙公，你对这有意见吗？对，你为什么你反应这么大？怎么这么准？但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是因为我知道傅崐萁是一个很相信信仰的人啊，所以呢，这个犯太岁的状况他不可能不知道啦。所以呢，他自己今年遇到这个破太岁跟刑太岁的状况，尤其刑太岁会让他有官司纠纷、意外伤害，容易有违规事项，容易被发现，需要特别谨慎。他今年该安的太岁跟光明灯，我想应该是不会少了。那为什么这样讲？来，我特别讲这一段是为了下面这一段要举例给大家看啦，因为这一段我想对傅崐萁是有影响的啦。为什么？因为这个明良珍等于在花莲地检署这边是起诉的，对不对？然后呢，各位看啊，法律事实的部分哦，
重点是这个法律事实的部分，明良珍做了3件事情啦。第一个，他这个除了要求要严格要户政事务所去做查核的动作，这是选委会该做的事，不是属于户政系统该做的事哦。但他要求户政事务所要做，要求户政事务所要做之外，他第二个动作是，他竟然要求这个乡公所里面的这些村里长，你就是跟着户政人员去，因为这很显然的会让当事人有压力。那第3个，这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是，他竟然要求户政事务所的主任，你去查完了这些提议人的资料呢，你要复印罢免案提议人的名册影本出来。这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哦，因为这就是标准的，你要把这些个资呢，要求那个户政事务所主任复印出来交给民政处处长，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然后所以呢，这几件法律事实的部分呢，你知道，因为明良珍被交保，我从花莲地院的新闻稿看到的是，花莲地院是说明良珍对这些法律客观事实呢，他大部分都承认，他唯一争执的就只有他没有违反个资保护法的犯意，也就是这些动作他都有做。那换言之，这个明良珍的这个动作对傅昆萁或对徐榛蔚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它是一个向上压力。否则，为什么明良珍要特别用自己的民政处处长角色去做这么多很明显的？这是违反法令，而且根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傅昆萁这个刑太岁跟这个害太岁的状况呢，看起来很显然对他来说呢，司法上的压力以及这个司法上外溢到其他县市查水表的作用，以及会查水表得到的状况，法律的结果，这个对其他县市的霸团来说都会有影响。庄家，如果我们本来讲说，不管哪一区，如果要是有蓝委被罢免啦、什么的这些。对于2026刘琦要连任，譬如说像蒋万安，所以台北任何一席如果掉，对他一定都会有影响。那2028像卢秀燕是不是要竞逐大位？任何一个台中跟他都会息息相关。可是本来大家也就只讨论在这个地方，那甚或有人会把这一次的大罢免啊，那最后的结果视为2026内战的前哨战。可是最近出现了几件事情，那个氛围又不一样。当屏东那地方，然后屏东国民党一个领衔人，然后被收押，而那个收押某种程度很吊诡的事情是，当时要罢的是民进党的原住民委员叫吴立华，吴立华，结果吴立华出来帮这个被收押的人喊冤，他喊冤的原因是说要往上查 ，OK， 这是他喊冤的原因。陈莹也出来提告。这几个提告的氛围是不是都会往上？有人说，第一个好，就是国民党中央是不是最近都要整歌带弹的在备战，会不会真的冲党中央？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最近几个地方，包括从台南、高雄也有收押的，这些几个地方都会牵扯到，好，甚或屏东主委苏清泉，高雄主委是柯志恩，台南主委谢永干，就。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人都没有被传唤了，或者什么这些。可是，如果一个一个案子这样报，会不会真的到最后，就算他们是没有事，可是这个氛围之下，会不会也影响到2026？因为这几个应该都很有可能是2026国民党的县市长人选，未来会不会真的有影响？一定影响，而且不需要。是不是等到7月，如果要延会的话，立法院那个延会会讲，只要立法院休会之后。他们这些人会不会是被传唤？那个东西都会持续的影响下去。那这个影响下去，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国民党现在面对的真的是狂风骤雨。可是狂风骤雨你要怎么度过呢？你就是要很明显的领导者，不管各个层次的领导者，要让所有的想追随的人有一个至少你是有信用的人，你是有威信的人，我才有信心。现在国民党真正垮的。其实已经不是蒋万安、朱立伦、卢秀燕、谢龙介、柯志恩，他们是让整个国民党支持群信心全垮。这才是国民党现在真正核心的问题。什么叫信心全垮？下面的主委、这边的党工都被抓了，然后你谢龙介，你说他就算最后没有他的事能够处理掉，或者是到了明年，其实怎么样的状况，搞不好是缓起诉，搞不好怎么样，罚点钱就算了。那你说光这件事情，这个过程中。你在台南那边，你还有威信吗？苏清泉，你有威信吗？卢秀燕那边，如果你三个卢妈妈的宝贝儿子有一个被罢了，你有威信吗？然后台北市那5个，那当然蒋万安其实台北市有他特殊的选民结构，也许他还能连任，但是连任下来会不会也是跟当年的郝龙斌一样，
掀起第2次连任的时候，本来应该稳赢的，变成非常艰困，在非常惨，那非常惨之后，所以郝龙斌台北市长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嘛。蒋万安还有机会成为蒋总统嘛？所以整个国民党其实现在出来的整个核心状况是他的支持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没有一个国民党人站出来，大家都有信心。然后现在还在吵卢秀燕要不要选党主席，选了党主席不要等到选完之后3阶投票完毕，要不要请辞？所以这个时候谁去选党主席？或者是明年的提名，谁信任你？谁信任你？就刚刚讲的，搞不好有些人就觉得民众党我还比较有机会呢。所以国民党现在真正核心失去的是被信任的危机。然后被信任危机里面呢，还有了林佩祥这些人哦，他们这些人哦，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就是讲他们这些人的那个1%，top 1% 的，他们叫做精英，统治者精英。马基维利讲说，不能被跟随者蔑视，所以永不认错，所以他们是永不认错，因为他是 top 1精英，他们读的是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君王不能认错，认错下面的人就觉得啊你会被我蔑视，所以为什么林佩祥不道歉？为什么国民党没有人帮他道歉？整个状况下去，然后另外一个邱正军他们更危险，因为邱正军他们现在就是因为我过关啦，我2阶没事啦。那你知道传出来是一个什么讯息吗？如果这样子的话，给徐小青过关，他的宗旨要不要出来了？我说其实那些国民党那些人，邱正军他们那些动作是害死了那30个已经过2阶的，因为就有一句话，如果让他们过关，那他们会不会比去年1整年还要更过分？邱正军他们那些动作是害死了那30个已经过2阶的，因为就有一句话，如果让他们过关，那他们会不会比去年1整年还要更过分？那这个资讯一下去，国民党怎么守？钟小平呢？就算这个时候请你回来救，你也救不了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尚总，不要忘了，这整个过程当中，刚才大家看那个照片的时候，为什么焦点会摆在馆长身上？某种程度当然是讲说有流量啊，或者有什么这些。所以另外对国民党来说，现在只要来源的都是友军，譬如黄国昌，譬如民众党。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最近大家一直在讲说，对国民党现在多一票，就是如果进3阶的，能多一票是一票。那黄国昌也一点都不会，直接大辣也直接讲，他们一定会参与这一仗，一定会帮，一定要守住啊，反对罢免啊，类似像这些。可是这时候一定又牵扯到，刚大家会讲说，那2026呢？那你现在我现在帮了你，政党总是有各自的政党之间未来发展的一些的竞争，那怎么样？还是大家现在要先谈好所有这些。所以你看到最近除了这个活动，国民党，然后你说国民党518要有活动，519，然后小平那样，你们还有另外一些活动，所有这些，可是白银也都没有缺席在这过程哦。对他们来说，未来跟白银之间合作，你会怎么看？白银哦，其实白银关键都不在2阶嘛，关键还是在3阶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不管在呛说要给 know how 啦，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没看到什么 know how 啊。然后你就看到了这个在野高峰会啊，其实很多人在问啊，高峰会结束以后，然后呢？我就回了一句话啊，就结束了。还要然后什么？有然后吗？各位有看到有然后吗？就结束了嘛。然后你现在当然，民众党在里面，是国民党积极需求的角色啊，因为民众党你不管你笑他说你现在民调剩10几%怎么样？各地平均10%也很恐怖啊。是啊，在被罢免区域5%。3%都是很要命的事啊，所以这时候，当然你就看到了，黄国昌前一段时间不是又在讲吗？啊，我愿意公平做民调啊，新北市啊，然后突然来一个黄敬颖，啊，我们台北市也要推人啊，也要推市长要推人啊，等等啊，其实你看得出来，这时候在放这个话，你特别提你说侯友宜没差啊，因为侯友宜要卸任了嘛，只是未来的接班人是谁？
那蒋万安是要连任呢。是啊，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推一个人，然后我这边要保5个人，你要推一个人，那请问你这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要求赶快来谈判吗？我们好保你5个人连任吗？其实坦白说一句话，是这样子啊。哎呀，不用担心，刀口之上嘛。我觉得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尤其是台北市不要担心了，因为你不要担心是民众党敢提人让蒋万安落选，民众党将来会是什么命运？将来会是什么命运？我不认为他们台北敢了，那个是筹码了，大家要不要来谈了啦？因为坦白说一句话，罢免结束，后面补选，你3阶完还有4阶，4阶还有持续性哦，就3阶还要延续到4阶哦。那你4阶的过程当中，民众党还会不会有角色？搞不好也会有啊。所以他角色的持续还可以一直谈判角色到2028，好不好？好，然后他可以持续下去。他的重点就是一直，我跟你讲，2028再说，重点是2026。对的，因为黄国昌的这个主席的关键一战是稳不稳，2026是重点。你这一战都不稳了，黄国昌2028就不用谈了。所以2026会变成黄国昌一定想要积极运作的筹码嘛，这是他选党主席的第一战嘛。这个筹码一定全部都压在这里嘛。那现在国民党就是内忧外患，那现阶段到底要怎么搞？其实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之前都没有想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既然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开打，这是让人非常意外的，因为这个时候。在罢满期间呢？对啊，你罢满期间，除了如果说一直开打，对卢秀燕是好事吗？对卢秀燕是好事吗？因为这时候全部都在罢免你的子弟兵，什么？为什么在罢免的时刻一直在炒党主席的议题？其实炒党主席的议题，某种程度上是对朱立伦相对有利哦，相对有利哦，对卢秀燕是相对不利哦。然后你再看民众党的运作，他5月18号是要到台中哦，是要到台中哦，最终场是要摆在台中哦。那不要忘记哦，黄国昌之前去见过卢秀燕，市政交流说了一句什么话？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那他今天还可以摆在那一边，那3个卢秀燕的指定兵全部拉来。那你全部拉来，表示我白印是支持这3个人的吗？这是做给谁看？他5月18号是要到台中哦，是要到台中哦，最终场是要摆在台中哦。那不要忘记哦。黄国昌之前去见过卢秀燕，市政交流说了一句什么话？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那他今天还可以摆在那一边，那3个卢秀燕的指定兵全部拉来。那你全部拉来，表示我白印是支持这3个人的吗？这是做给谁看？那一直就感觉。现在的筹码在逼朱立伦未来的合作，不排除卢秀燕。其实你看，民众党在2边玩了。OK， 董好。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其实大家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跑司法这么久，冲党中央，你觉得是有可能的一件事吗？或是这个对朱立伦对整个国民党，刚刚有人讲说。国民党未来要面对这么多风风雨，会不会有一个大人就直接出来扛了所有的东西，把这个司法的争议，或是用道歉的方式去把这样子一个争议先把它给断掉，然后国民党才有可能重生一些机会？你觉得需要这样干嘛？国民党需要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扛，而且这个人名字一公布以后，大家觉得说还算合理。要不要会不会冲国民党中央党部一直都存在，而且可能你随着，可是可能不会那么快。为什么讲？随着不同的起诉书或者不同的内容出来之后啊，你如果让大家觉得
党中央的角色越来越多，那就会让一般的人，我这里面讲就是说要去管蓝绿的各自基本盘，就中间选民就会觉得说，收国民党的主发会好像也是应该的，如果这个印象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检察官就动手，可是检察官不会在前面动，所以国民党你那个每天搞直播在那边等太早，那这个过程怎么办？从哪里开始看？就从那个徐梦正是不是？徐梦正组织部主任，15个字主任，就是说你在看到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台南地检署一定后面还有分案嘛，一定要约他。徐梦正不会是做决定的人，他是做执行的人。那做决定人是谁？这会问。那屏东呢？就像卢秀燕3月25号自己在那个节目里面直接讲，他跟中央说不会让他为难，要他放心。那个人是谁？而且一件事哦，卢宪一不只是一个立委，他还有一个角色哦，他是中国国民党屏东县原住民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上面呢，主发会是 OK。所以你说检察官要不要收？检察官要怎么吃案？让他吃案吗？对不对？来，小平最后30秒，包括你们未来这几天有什么活动，对你们的罢免公守有什么样的帮助？一就是逆境的时候要安静低调，用时间让危机度过。第二，然后继续的宣扬，因为有些看到一线曙光因为今天你信不信？以我的经验判断，今天去投票，今天做个假民调了哈，就今天就总统投票2028，赖清德会输给卢秀燕10%。这是个利基。OK。那第三，利用这样子的人气跟形势然后大家的危机感，然后转换成对于少罢几个立委，然后保住元气，乃为上策。OK。你连你们的活动都不讲了。活动要讲，你连你们的活动都不讲了。这个活动就是519下午这个5:50嘛然后请大家就是开车。最好总统府前面更精彩，按喇叭表示人民的愤怒，那国民党的愤怒。对，有在吗？OK，确定你那天会在吗？我会去啊，我怕被宪兵开车嘛，开车去嘛，那就按喇叭嘛。对啊，那宪兵不要把我抓起来。OK，来，俊伟。不，小平是头脑清楚了，但是他说的那个安静低调不会发生了因为那1% 的人，他们的傲慢是天生的，这个很难去掩藏起来了。但是我还是回归到重点，就是这几天大概剩3天吧，的基隆的最后23以前，因为这一过关是他们21号截止，2天，然后要提前送件。对，因为所有罢团都有参与，只要一冲过去，所有罢团的士气整体提升，这个不得了，所以我认为最后关键那民进党也要去投入在基隆，大家就看基隆最后的结果了。最后的结果会是30比几还是31比几呢？而这一席看起来已经变成所有全国目光的焦点，重中之重。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